自从那一天起，学长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打电话给他，他也不回。不管我用什么方法，道歉、生气、撒娇，他都不再理我。我开始感到害怕。我怀孕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什么叫做已经结束了？就是分手，回到原点，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日子。你怎么能把话讲那么轻松啊？那我怀孕这件事情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现在说这是什么话？我说的是实话啊，你自己处理，不要赖在我身上。什么叫做赖在你身上？我只跟过你一个人呢。谁知道？我终于看清你了。你早就该看清我了。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刚刚的主题剧，我想有时候看的好像心情也会有一点点沉重啊。不晓得所有的好朋友，就是说您看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戏剧的一个描述，但其实是还蛮真实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们在不同世代之间，首先就是女生她一定要寻求外界帮助，然后她可能要做一个决定，就是看小朋友是要生下来还是要拿掉。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要生下来的话，那其实就是他在法律上其实是可以寻求保护的，他是可以就是用法律途径去要求男方负抚养责任。可是如果说他是要选择把小朋友拿掉的话，我觉得因为他跟男生没有婚姻的关系，所以我相信他如果在医院做手术的话，他必须要父母的就是同意跟签名。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女生会因为怕父母亲知道，就直接去那种比较私下的诊所，然后就是没有同意。可是我觉得那样就是非常的危险。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每天的生活里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的少女或者说女性们，她们在面对如同剧中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其实都是冒着生命的风险，对不对尤其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约会的当中，其实好多要学习的，对不对？那做家长的，我们是不是也来听听您的看法呢？我没有女儿啦，可是我觉得说，她为了认识这个男生，她付的代价很大，而且女生本来就是比较吃亏，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女生你自己要吃手，因为男女结构的不同，所以我们真的自己要吃，因为到时候发生事情其实是女生在承担，男生是没有办法负责，在那个年纪是没有办法负责的。您呢？对，我同意那1号妈妈说的话因为毕竟女孩子她是只能到最后是承受的那一方，所以谨言慎行真的很必要的。因为这是男女的不同嘛，是。好啊，您这个仁爱社社长有没有说看看？我真的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宝贝女儿，还有一个儿子是，我们就一直在他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在背后为他们祷告以外，就严严告诫他们，最后一道防线绝对不可以。是，所以我要挑战这位妈妈。所以因为
真的是没办法负责。是，所以与其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再处理这样子？哇，这个摊子真的太大了，这个不可承受之重。而且我在上一集我提到说，每个男生都希望说结婚的时候，他的太太配偶是完美的。是啊，为什么会容许他的孩子给他保险套？是。我在这个观念，可能是我接触教会的关系，价值观不一样。是我刚刚看的那个剧，还有这个爸爸的说法以后，其实我更加深觉得，你还是应该要给孩子一个保险套的观念，因为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对我来讲，对我的观念来讲，我不会告诉儿子说你要用，你可以做，那告诉女儿就说你不能做。对，因为基本上男女的在这件事情的角度上应该是要对等的。对，那因为这个女生会发生这样子堕胎或是拿小孩钱，就是因为她没有确实的落实保险套的这个观念。你如果保护自己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你怎么能够说，当她有一天水到渠成的时候，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做？是对我想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你在那个当口你很难去踩刹车。对，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脱衣服躺下来了，你才在踩刹车，我觉得这太难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告诉我的儿子或女儿，其实都一样，都要学会保护自己。对，我想您的着眼点是一直强调保护哈。对。但是其实我也要跟所有好朋友分享有3点了。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一种所谓的婚前，不管是所谓的水到渠成自然发生的这个关系之后，其实呢，双方就已经提前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婚姻里面的那一种肉体的关系了。所以呢，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好像能够回到只是单纯的约会交往的关系，所以彼此对对方的那一种期待、感情的一种所谓的那一种应该有的表现，已经跟单纯的男女朋友的约会是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必须要面对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一直强调所谓的保护。其实呢，我们晓得人所使用的保险套，我们也许可以避免怀孕。但是呢，保险套呢，它其实不能够避免某些病毒的渗透，因为是人做的东西嘛，它总是还是有孔隙的，所以很多病毒的或者是疾病的一种传染，其实即便你是保险套，还是会有这个罹病的风险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就是说这种性行为是人生命当中最亲密的接触，没有比这个更亲密的啊。那因为它是一个身体的这个最完全的接触，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保护当中，可能我们还是没办法完全保护。最后一个我还是要提，就是说，一旦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哈，那个当事人其实留下来都是很大很大的痛苦啊。那种痛苦其实不是只有说好像生理上所面对的一些困境啊，包括这个怀孕了怎么办，不只是这个部分，其实更大的是什么？更大的是一些很多心灵的一些煎熬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段 VCR 哈，它是一个真实的个案，叫《亲爱的你还好吗》。今天在公园看到一位年轻小妈妈独自带着10岁的女儿，年轻小妈的年纪和你差不多。当年你18岁，一上大学就被学长追走了，一坠入爱河，仿佛他就是你的全世界。傻傻的你，哪知道爱情是什么？以为爱情就只有甜。没多久，你跟我说这个月没有来。各种想法在你们的脑袋盘旋，生下来，你们才刚进大学，还有大好前程正要开始。告诉爸妈，不可能，会被打死。那天我陪你去诊所，你说你很害怕，这辈子连妇产科都没看过。看着心爱的你坐上妇产科的手术台，麻醉后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你望向我，我只能跟你说，别怕。当你被推出来，你的眼神好迷惘，好像一时还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说为什么肚子好痛。这天的事，你们绝口不再提，两人也渐行渐远。没多久，他就跟你分了手，然后你开始化妆了。脸上多了妆彩，
似乎人们会忽略你暗淡的脸色。亲爱的你啊，当年若是没有，现在也该和他一样大了吧？只是亲爱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其实在台湾的很多的这种阴暗的角落，很多这种啜泣哈，然后呢哭嚎，对不对？痛苦对自我的整个伤害是非常深刻的，对不对？我朋友的朋友是有一次打电话给说能不能帮他一件事情，是那朋友想要夹娃娃，我一次就哇塞，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是，可是一直他说找不到认识的人，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忙，我说能不能不要？不要，可是到最后我还是开车带他们到天母去，真的是夹娃娃哦。那时候我说，我怎么可以当一个生命的帮凶？其实，在我们辅导的个案当中，还有在相关的研究当中，都会发现呢，这一种因为后来怀孕了哈，而产生一些比如说包括堕胎啦哈，或者是选择用一些其他方式而这个解决掉这个问题的这种当事人，其实后来他们的自我形象都非常的破败啊，尤其是女性。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哈，那常常就会看清自己哈，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的身体呢就物质化啊，就觉得我的 body 就是反正只是用来吸引人的啊，所以他就更会陷入那样的一个泥淖里面，所以他可能就会产生后面的很多感情的一些不专注啊，然后他也轻蔑感情啊，他觉得好像在两性之间你要的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一种肉体上的欢愉。所以他也会看清跟他交往的男生，他也认定每个男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我们很难想象说，如果一个人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这种看法已经可以讲说是沉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又怎么去追求一个我们所谓的美好的爱情？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常常说有爱婚信。如果真的就是彼此也真的就是相爱了，那论及婚嫁了，对不对？就早一点进入婚姻，建立家业，对不对？整个在这个爱情的发展当中，激情有时候带来是很愉悦的哈。不过真的也是这个时候也真的要恳求上帝哈，真的是给我们那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制能力哈。我是觉得在我们约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所谓的3不：不关门、不脱衣，然后呢不躺下来哈。因为这个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动作举止，其实会充满了很多可能的暗示意义，对不对？那尤其呢，我们如果再看下一页，就是有很多这个时空跟很多情境的一种所谓的陷阱存在，对不对？某些特别的时间，某些特别的空间，它确实会撩拨出人的一些感受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特别的节日，很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像情人节啊，像圣诞节啊，像一些中秋节啦，或者跨年啊，或者彼此的生日啊，对不对？或者就是说当兵前啊，就是一些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一些这种时刻，常常就很容易在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就成为那个约会里面。就陷入那个肉体的游戏的一个开始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两性交往大家都晓得男女确实是有别。那么在很多的研究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男生其实把体肤之亲是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在交往中的一个选择的项目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有一些互动以后，可能接下来男生就会希望有激情，对不对？但是其实对女生来讲呢，激情是摆在比较后面。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一种磨合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对话，其实是还蛮重要。所以约会我们很担心它变成是约来变成毁灭我们彼此所以我们把它叫约会了对不对？那这个约会是一个 commitment， 结果呢把那个约都毁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有点类似一个打油诗一个房间2人独处，3更半夜4顾无人，5指乱摸6神无主。然后接下来7上8下9而生厌，实在后悔。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到爱里面的约会有太多学问要谈的。那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好朋友给我们的分享，也盼望我们所分享出来的也成为我们电视机前面以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共同的省思以及我们更大的祝福。谢谢。